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热带海岛天堂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巴巴多斯，它位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交汇处，面积的话大约是4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香港或者说北京的海淀区那么大，常住人口只有30多万，也跟北京的回龙观社区差不多。因为巴巴多斯呢，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岛，事实上呢，其实你只要不花3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绕一圈，在那里的话，你可以找到美丽的海滩，很好的夜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自己申请办理巴巴多斯的数字游民签证。好，现在我打开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办理巴巴多斯数字游民签证的一个官方网站。那么网址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 visit 巴巴多斯.org 啊，那么就可以了啊，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其实的话，它这个把数字游民签证的话，它称呼为 Welcome Stamp， 就是相当于欢迎邮章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为了就是它这个网页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道很详细啊。然后今天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啊，具体看一下需要哪些要求。好，我现在已经翻译成功了啊，它这边就是把它翻译成欢迎邮票。那么这边的话可以远程工作1年啊，说实话这个期限的话也是挺不错的。接下来的话它是一个介绍啊，但是我们可以从介绍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可能是黑皮肤的人啊，黑色肤色的人种比较多吧啊。本身的话它是一个加勒比海岛屿嘛。好了，这边也是一种介绍啊，这种介绍的话类似于这种优质的教育啊，什么安全保障啊，大海沙滩阳光啊，其实类似于这种旅游推销啊。好，这边是有专题服务啊，那么关于瑜伽啊、志愿者服务这个的。那么这的话可以看到啊，完全是一个度假天堂啊，这海水非常蓝。好，关于欢迎邮票，2020年的6月30日，巴巴多斯政府宣布推出12个月巴巴多斯欢迎邮票，就是一种数字游民签证啊。这一新的远程工作方案规定了一种签证，允许人们在巴巴多斯远程工作最长12个月。那么其实的话，它和大部分的数字游民签证是一样的啊。你的工作呢要在这个国家的以外地方，然后你的工作允许你远程工作，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1年的巴巴多斯签证。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关于展示的啊，关于这个生活啊、工作啊，反正就是一种宣传吧啊。反正的话，申请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你这个可以在线完成啊。如何申请啊？这边已经写了官网的翻译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要求啊，要求的话有3点啊。这个的话，这个他写的好像很简单啊。那么主要是资料啊，什么证明关系啊，他这边好像特别欢迎这种家庭成员啊。这边来说的话，申请人就是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你必须年收入达到5万美元，你打算在这个12个月内得到旅行印章，就是旅行邮票嘛啊，就是他们的叫 Welcome Stamp。费用的话，说实话挺贵的啊。我刚刚也看了巴巴多斯的一些生活物价啊，其实它的生活物价的话，只比纽约便宜了4%左右啊。个人的话需要这个费用是2000美元啊。那么注意啊，这个2000美元不是说你在批准之前要申请的费啊，不是，是你批准之后啊，你通过了，那么你就之后再将支付适用的不可退还的费用。比如说批准之后啊，你才付这个钱。家庭套餐的话3000美元啊。那如果说你真的年收入5万美元的话，说实话，花个2-3千美元的话，带家人在那边待1年的话，我觉得还是能过得很好日子啊。好，下面的话它是一些介绍啊，生活在巴巴多斯关于宠物的事情啊，还有工作地点在巴巴多斯的话啊，这个的话它是不用支付所得税啊，不用双重征税。这一点的话，在这种岛国啊，特别就是经常是免税啊。但它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进口税很贵啊，17.5%啊，进口税。如果说你在买什么东西从巴巴多斯以外地方进口到巴巴多斯的话，那你就要付17.5%的增值税。那么创业的话，说实话，好像这边好像也说也可以啊，他们这边创业的话是税率非常低啊，1%到5.5%啊。这种岛国的话，说实话，他为了拉拢投资嘛，那不得不降低税率，吸引一些投资。关于这个工作和办公室空间嘛，因为有些数字游民的话，他可能想去寻找同类啊，就是寻找跟他自己一样的数字游民。那么其实巴巴多斯的话，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种巴巴多斯数字游民的热门可选地点吧。那么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这种coworking 的工作场所啊，就是团队的或者说合作的工作场所。那么你可以找到更多的数字游民的伙伴。虽然说这地方很小，但是呢，玩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地方其实肯定很多啊，而且人口也不多嘛。这里有个很关键一点啊，数字游民签证跟旅游签证的很大区别就是它被列入
类似于居民的一种签证啊。那么你看这个学习的话，它这边有写明啊，如果说家庭出钱的话，哎，这个儿童不是学龄的儿童嘛？那么学龄儿童的话，你是可以在那边可以读书的啊，不需要单独申请学生签证啊，只要你有这个欢迎印章，那么你就可以读书啊。但是读书的话，它这边呢，说实话是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去读书的，但是呢，必须强调的是，公立学校呢就是有限啊，就是学位有限嘛，那可能已经满了。那么如果说你想轻松一点的话，那你就进入这个私立学校。那可能稍微偏远的这地方的话，我估计公立学校可能还有学位。这边有说明啊，5到16周岁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非本国国民可以选择就读私立学校，或者支付少量津贴就读于国有公立学校。那么相当于意思就告诉你呢，私立学校学费贵啊。那么公立学校的学费呢，基本上就是很便宜的，基本上相当于免费了啊。好，这里也是介绍啊，这个网速应该还是挺快的。然后我刚才也看过了啊，包括这边的话，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天堂嘛啊。下面也是种介绍啊，我们看一下怎么申请，我们申请试试看。好，我这边点击立即申请试下。好，它的这个页面，它这个页面的话，这边是一个申请表格啊。1、2、3、4个步骤，然后我们这边选择新的申请，这个的是续签说明的话，它这个签证是可以续签的，比如说1年之后到期的话，那你可以续签啊。那么你输入前面的签证号码。好了，我这边尝试随便输入一些信息，然后尝试申请啊。这边的话注意一条，这边的关于5万美金的年收入，他这边只让你声明一下就可以了。我这边他这边显示的意思就是说，我声明我预计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呢，我会赚取5万美金或5万美金以上的收入，那么足够支付我的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在此期间的费用。那么我把这个表格呢全部填完了啊，我尝试过填过了。其实呢，这边的话，它没有要求你提供收入证明，然后我这边随便写了一下然后我这边就是可以下一步啊，你可以看到第2步的话，它就是问你居住地址啊，然后我随便写一下紧急联系。其实表格很简单啊，这边是护照信息、护照有效期，他也没有问过你之前去过哪些国家，然后点下一步。这边的话，他问你的是你就有没有同行人包括家庭的成员。如果家庭成员的话，你这边就添加一下。那么这一步的话是问你有没有家庭成员的话，要去读书那么如果是的话，那就点是，然后就下一步。下一步的话更简单的话，我这边取了个名字叫王章这边的话上传一个护照照片，或者说你的签证照片因为它这边很多表达的话，它就是反正就证件照你就这样可以理解。这个的话是一个关于护照的首页信息，那么那个栏目。然后这边的话，它是让你声明声明的话等于说是你不从那些移民机构获得服务，也不去向他们去提供你的服务大概就这意思。那么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声明的表格的真实性、完整性、正确性那么打勾之后呢，比如说这个签个名王章那么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提交了然后提交之后呢，你就等待吧。好了，因为整个申请过程呢，我这边没有上传我就不提交了。然后呢，这边的话，反正申请的话是没有让你支付任何费用所以说等通过之后呢，你才去交这个2000美金、3000美金的申请费通过之后才交钱这点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巴巴多斯的数字游民签证讲到这里吧如果说小孩子想读书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好办法。